中国共产主义未改变，改革开放只是工具论。外界普遍认为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，逐渐抛弃了共产主义，走向市场化与资本主义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中国共产主义的核心从未动摇。改革开放所引入的资本主义，只是一种工具，用以壮大国家力量，而不是要真正改变制度。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便揭示了这一逻辑，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，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方法。换言之，资本主义的存在价值仅限于能为政权服务，而非长久保障市场自由。一、工具性的资本主义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民营经济与外资受到鼓励，中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，企业家享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。然而，这段黄金时代的本质，只是国家用来快速积累资本与技术的过程。当国力逐渐壮大，国家便开始收紧手段，大型科技公司遭到整肃，民营资本逐步被迫让渡股权，外资受到政治与安全审查，普通民众则在房市泡沫、金融压力与高税负下沦为韭菜。在这样的逻辑中，企业家与百姓都只是政权的工具，一旦完成任务，就进入收割期。二、与苏联、东欧的比较。如果与前苏联与东欧相比，差异更显著。苏联与东欧在冷战后期缺乏弹性，无法引入有效的市场手段，最终导致体制僵化与经济崩溃。中国则精明地利用了资本主义，暂时打开市场，吸收资源与技术，待国力增长后，再透过党的控制机制收回权力。这种灵活性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全面崩溃，但也证明改革并非真正制度转型，而是权力工具化的过程。三、普遍性的后果。这种模式的后果是什么？企业家从改革开放的功臣变成被整肃的对象，普通百姓从改革红利的享有者变成收割循环中的韭菜。国际社会一度误判中国会随着经济自由化走向政治开放，但事实证明，经济手段只是政权维护的延伸。结语：中国共产主义的核心并没有被改革开放所取代，反而因为灵活地利用资本主义工具而得到强化。与苏联的僵化不同，中国的策略更像是借壳上市，暂时借用市场的力量，最终仍要将一切归还于政权。因此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百姓，最终都难以逃脱被当成工具的命运。这也是理解中国未来发展与国际互动的关键。只要共产主义的权力核心不变，所谓的改革与自由终究只是表象。